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带给你们大家的这一款车呢，是之前我们拍过它的品牌啊，就是 Great Wall Motor 长城汽车啊。之前我们拍的长城汽车就是我身边这辆非常可爱的，走开，不是你可爱。OK， 就是这一台 Aura Good Cat 好猫。OK 啊，这辆车我们拍过啊，如果你们错过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啊。在影片开始前，就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wiper， 就是来自 Droplet 的 wiper。这个 wiper 跟一般你们在外面市面上买得到的 wiper 很不一样，因为这个 wiper 呢，它具备超强拨水功能。相信很多人跟这一台 Faraday 350Z 的车主一样哦，买车那个 wiper 啊，时常是会被忽略的。那么不安全的 wiper 我们就不要了啦。有时候你放在一些大炒档旁边啊，他们炒菜的那个油烟会附着在你的大镜上面，从而让你的大镜上面产生一层油膜。而 Droplet 这个品牌非常贴心哦，在里面附送了一包好像 Wet Tissue 一样的黑科技 Tissue， 可以让你轻松的清理你大镜上面的一些肮脏杂质还有油膜。就算你在雨天开车，不要打开你的 wiper， 只要你的时速超过80公里以上啊，你的水珠就会自动飞掉，真的 very good。相信眼尖的观众就有发现这个 wiper 的形状跟一般上的 wiper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圆弧线条，这个 wiper 是有 aerodynamic 的功能。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会撞风嘛，这个风啊把这个 wiper 顶下去，从而烧水的时候可以有更好更高的效率啦。安装方式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找到相对应的卡扣，然后再把这个 wiper 安装上去，然后再把这个 wiper 呢，沿着刚刚你拆下来的方式安装回去，再把这个盖子盖上去，就完成了啦。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Droplet 的 wiper 的话，非常简单，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Droplet wiper 的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影片主题啦 ，Let's go！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这一台蓝色的 H6 HEV，OK， 它是 Hava 啦，也是长城汽车的一个子品牌。长城汽车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是有 Aura 啦、坦克啦、Hava， 当然还有其他的啦。那这一台呢，也是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一款 SUV。这一台 SUV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啊，是差不多 Honda CR-V 或者 Proton X70 的尺寸。当然，它是比 Toyota Corolla Cross 来的更加大台啊。为什么我们会提到 Corolla Cross 呢？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 SUV， 然后又有 Hybrid 系统的车款呢，很明显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就是 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其他品牌也是有 ，Volvo 也是有啊 ，Volvo 是 PHEV 比较占多啦，然后还有其他 BMW、Mercedes 也是有。但是如果讲20万以下要买到 Hybrid， 又要买到大台的 SUV， 这一个很有可能是你的下一个选择啊。这台车呢，我们可以在它的车头看到，整个 design 呢跟之前的 Hava 车型啊来得更加的 modern 啊，尤其是这个中网钻石格栅够力了，这个钻石也是很多力，好像不用钱这样子，满满的钻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标志是一个蓝色底的标志 ，Hava 再配上一个蓝色底的标志，很明显就是一个为了环保，为了这个爱地球，地球蓝色嘛，对不对？就一个 hybrid 的象征。这一台车是一个1500cc 4缸涡轮增压引擎，再加上 hybrid 系统，所以可想而知它的动力表现是 very 劲超的，250匹的 horsepower， 还有500多的 torque 啦。这一辆车开在路上，我相信整个动力表现一定是非常的赞。大镜上方啊有一个70迈的行车记录器，70迈 is the best。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颗镜头哦，是用来侦测前方车辆的镜头。当然这一台车也是有全系统的 ADAS 啦，所以前方车辆侦测啦、前方碰撞预警、自动刹停功能、ACC 自动跟车，这台车都是具备的啊。除了在大镜上面有一颗镜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在 bumper 的正下方有一个亮面的这个 plastic cover， 没有错，就是一个短波雷达啦，所以它可以侦测前方车辆的方式是有2
种，一个是靠镜头，一个是靠雷达，所以这个准确度啊，当然是会比一般我们看到那种只是用镜头来抓前方车辆距离的车款来得更加精准，来得更加安全可靠啦。OK， 车头灯方面，我觉得这个 design 有一点奥迪的风格，看到吗？这个有点那种 Q 系列的感觉，全 LED 的自动头灯组，还有自动远近光灯都是具备的。然后我们来到车身侧面，看到有一个装饰条啊，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这一条线在车身侧面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层次感啊。Side mirror 方面是跟车身颜色一样，然后下方有一个镜头，是为了做到这个360度全景环绕影像。360度全景环绕影像已经是一个必备了啦。有某个牌子啊，它比较高傲一点，就是不要给你，直到最近的一个大改款车型才给你，而且不高清啊，那个就大陆品牌的车通常都是会把这些配置的东西给你，给多多，给好，给满，给到你爆，所以这种360啊什么之类的，一定都会有的啦。轮子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全黑铝圈，5个螺丝，还有一个 Harvard 的字样。其实如果你单这样看这个铝圈啊，会不会觉得它好像是一台 4x4 pickup truck 的那种铝圈？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也是战斗气息，颜值很高。然后轮胎方面用的是 Hankook 的轮胎，225、55、R19，19寸的铝圈，配上一个全黑亮黑色的这个设计哦，我觉得很好看啦。然后当然有一个防刮材质的 Wheel Arch，SUV 嘛 ，Wheel Arch 通常都会做一个分色处理啦。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车顶有一个真实可用的置物架，金属材质哦，所以你可以真的把那个好像船一样的行李箱绑在车顶，拿去露营啊，去越野啊，出门旅行啊，都可以把一些比较少用到的东西放到你的车顶上面去。然后这台车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很长哎，蛮大台的。如果你在画面上这样看啊，我跟它的 size 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到它是一台大台的车来的，就是好像 CR-V 这样，肯定就是比我刚才讲的 Corolla Cross 来的更加大。所以如果这台车在马来西亚用这样好的配置卖这 Corolla Cross 的价钱或者更低，我觉得这辆车应该会大卖。如果是你觉得用 Corolla Cross 的价钱来买这一台 Harvard H6 Hybrid HEV 版本的车型的话，你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下单呢？是很吸引我啦，我觉得这个配置整个都很好。来到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灯设计啊，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左右贯穿式的尾灯，中间有一条去到弯这样子，还可以看到有一个 Harvard 的字样一字排开哦，然后下面又有一个 chrome 条。老实讲，我是觉得有一点太多了啦，就是灯又是横的，然后字又是横的，下面有一个 chrome 条就有一点多。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 chrome 条，可能会好看一点。SUV 当然要有一个自动尾门，看到吗？点一下，这个自动尾门就会打开来，完全是电动的啊，这个已经不是稀奇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以目前2024，如果你现在要买的 SUV 没有这项功能，就真的是很落后了啊。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算是很大一下，看到吗？我整个人可以进去里面。你看我跟这个尾箱的比例，看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很宽敞嘞？给我用的话，可以放很多行李啊。平时我喜欢旅行嘛，然后出门拍摄的话，拍摄器材也可以放非常的多。当然也有一个遮罩帘，如果你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好像电脑包啊，还是名牌包啊，你可以把这个帘拉起来。这一点就是很多 MPV 做不到的。MPV 很多人讲7人座的车很好，那把后面的椅子翻倒的话，可以载很多东西。可是你没有遮罩帘，你放一些贵重物品的话，在马来西亚就没有这样安全啦。OK， 当然不要用它的话，还可以把它收起来。这个遮罩板下面我们打开来，当然这一台没有后背轮胎，这个下面是电池，还有一些这个打风器啊、三角牌之类的东西。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台车的 interior， 这一台 H6 HEV 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售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Malaysia spec， 是一个右舵版，右边驾驶的，不是左边驾驶的。我们一上车就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10.25寸的荧幕，是我们的 speedometer， 当然是一个全彩屏幕。这边就有一个蛮大个的一个多媒体播放器，当然它里面可以具备360功能啊，还有一些导航功能，冷气操控界面也可以用这里做处理。当然每一次讲到这种比较 fancy 的车啊，我都会有一个吐槽点，就是如果冷气全部都是在用荧幕做操控的话，可能就比较不太方便，除非你用声控。开车的时候你跟他讲，很热嘞啊，开冷一点还是怎样。但是如果一些老一辈的朋友不会使用的话，这一台车还是有实体
体按钮啊，你可以在这里做到这个冷气的开关啊，还有一些切换。但是温度方面，你还是需要用到这个荧幕。然后它是一个双区恒温空调 ，dashboard 上面呢全部都是软材质，下方也有一个皮革包覆，还有车缝线，这个是真实的车缝线 ，very good job。然后很多人很在意的就是开车 signal 是在左手还是右手呢？这一台车的 signal 是在左手边的啊，右手边这边是 wiper 啦，就跟 Proton 一样，它的操作方式。然后这台车还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天窗，当然现在这台车是没有启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天窗打开来。可是这个天窗真的面积非常的大，感觉比 X70来的大。好像刚刚我们讲的 Corolla Cross 啊、CR-V 啊就没有天窗啦。然后整个 interior 的 build quality 啊，我这样现场看，我觉得是比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些车款来的更加有品质啊。这个 build quality。它的 material 你看不会松松散散的，然后排档杆方面它是用一个旋钮来做到排档，然后椅子方面全电动，左右两边都是哦。当然这台车比起刚刚我讲的那些车，还多了一个东西就是 UHD 啦，还有抬头显示器，这里有一个框框，它会把时速啊，还有一些 info 投射在这个大镜上方。一坐进来这个后座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椅子比起前座啊是更加的软啊，这个发泡棉超软的嘞，很舒服啊，整个好像坐在一个大沙发这样子。然后后方有冷气出风口啦，有2个 USB Type A 的充电插孔，然后它的这个脚踏的部分哦，算是很平整，几乎没有什么隆起，这个表现真的非常好。就是讲坐在中间的朋友，你不需要卡亏亏啊，不用脚开开。然后椅背的话呢，看起来没有的调整它的倾斜角度，只有一段没有的调整。不过我觉得这个椅背倾斜角度做起来，这个人体工学还是不错的，但是大腿支撑就稍微少一点点啦，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就更好。然后跟前座的距离，这个空间感也是很好。打开引擎盖，没有液压顶杆，我们需要用一支钉把它顶上来，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传统式的方式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引擎室里面呢，没有一大堆 cover 把它盖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布局啦。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橘黄色的这种 wire cable 大条，就是高电压的那个 wire。因为这一台车是一个 HEV hybrid 车型，hybrid 车型呢省油，又可以增加到这个动力辅助，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1500cc 涡轮增压引擎车款，所以它又有动力又省油，价钱如果又便宜，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市场啊，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看这台车，想要摸这台车的话，很快这辆车将会在马来西亚发布。那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很容易，你们去 Google， 你们打 GWM， 然后 search 一下你附近哪里有 showroom。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它的官方价格。你们觉得这一台车最终在马来西亚会卖多少钱呢？欢迎在留言区那边打上来，给 Great Wall Motor 知道你们心中的一个想法，你们心中的一个数字是多少？可能他看到你们的一个价位过后，会从而考虑卖便宜一点啊，这样我们就 win 了，对不对 ？win win 的嘛。整个马来西亚现在汽车市场这样卷，给他去卷给他乱，然后那个价钱压低，受益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啦。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期待这辆车在马来西亚发布啦。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